台币啊一直升了哈，快10%了，8%多哈。那今天一度也是29块多了，后来反正到尾盘没给它搞到30块多一点，表示我没有突破30块了哈。昨天下午4点半，杨金龙中央银行总裁开会，他说是有秃鹰，秃鹰哦，在突袭我们哦。那秃鹰为什么现在来呢？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呢？哦，那另外呢，这个说呢，秃鹰出去。网络说你是道德欠收还是怎样？他出去，他要出去吗？当然了，像索罗斯这种很厉害的，曾经去突击去狙击好几个国家，英国也被狙击过好几个国家那周荣泰说，台湾不是汇率操中国，所以我们要严查秃鹰。现在大家众口一致就是秃鹰不是汇率操中国，所以我们跟汇率操纵没关系所以美国不要怪我们那这个我们的经贸办就说，我们去跟美国谈判没有谈到汇率而且我们这个团队没有包括央行那团队有几个人然后没有包括就不行这我觉得都是把我们当3岁小孩子耍弄了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嘛？当然有关系嘛。有没有秃鹰？有没有人趁机？一定是有的。但是那也是看到这个环境有可能才会来突击你们，或者他来偷袭你干什么呢？所以外媒是说呢，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因为他说市场当然怀疑有美方介入嘛，但是呢，没有一个国家会认为汇率是谈判的重点，都不会讲的，都不会讲因为这个牵涉国家主权，怎么被美国操控我们的汇率？不可能这样讲的。关税是你美国自己要加的，我没办法。汇率那是我中央银行的权责，我怎么会说我被影响呢？但一定不会讲，没有一个经济体会讲的那黄国昌就说，那你承诺嘛？说呢，将来汇率不是我们谈判的范围，永远不会谈这个汇率问题，美国不会谈。那行政长不松口说，未来不敢讲，现在没有反正你自己还不要别的，人家关税还不要搞，你自己可能就把你自己搞死了。特别你的外销产业，因为不是不能涨了，曾经也到25，但是太快了，1-2天之内可能厂商受不了了那所以出口商就很生气嘛，说惨了，我的毛利就这么一点点，对我现在怎么报价呢？所以呢也打电话去央行说，杨金龙你在干嘛？那原来我毛利还是正的毛利已经不多了，可能3%、5%、10%，一下就变负了那另外呢，香港今天早上就注资2300亿，香港是也怕狙击，所以香港港币是盯住美元，就是盯住美元7.8块，所以在7.75到7.85之间，这么多年就是这样，我就盯住，那我就无限制的买或者无限制的卖，香港是这样做了所以呢，联合报社说呢，国际的民意已经逆转了，但是呢。现在赖清德要跪舔川普已经不流行了，每个国家是这样，没有舔的只有你舔要舔你还说没有舔，还说人家没有强迫我，都是我自愿的。看一下，为什么这一次选择让这个汇率放手升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说强调就是说外汇市场是供需来决定。新台币汇率狂飙，央行总裁杨金龙面对外媒重要提问，怎么紧张了？回答结结巴巴，快20秒才缓缓道出，升值是市场供需，强调央行没干预。最后又加码爆出新台币有秃鹰进场炒作。有些时候那金额我们判断是大的啦，大的啦那我们会警告他了。有出去吗？这些有了，到最后是有了，如果就是会出去的话，都慢吞吞的啦。杨金龙说，这波资金操作方式和过去英国、香港曾遇到的炒汇危机类似，利用预期心理短期进出操作。杨金龙这波操作也有网友拿来跟央行前总裁彭淮南比较。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期，碰到索罗斯炒汇，彭淮南宣布关闭国内的海外无本金外汇交易，成功阻断国际汇市投资客的炒作。但新台币连日狂升，财经网红胡彩萍示警，恐怕引来国际炒家进场操作。央行应该立即进场阻升，以免汇市失控。来，一针。昨天大家看到这个汇率实在是吓一跳就连你去登录这个网络银行，你都会发现连线非常的缓慢，要不然就是登不进去。那如果你路上呢看到有人排队的，不是排美食，不是排凤梨酥，而是银行，因为大家就抢着要去换汇，换一些钱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汇率对台湾民众的影响有多大。说实在的，其实因为我们国家呢是一个出口国，所以台币在这个短短时间内升值这么多，你伤害的一定就是
出口产业啊。那我们那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毛利率很低，大家赚的大概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一些毛利率。那如果你现在因为这个汇率这样子不稳定，然后短短时间内升值那么多，那伤害的其实就是非常多的台湾产业，非常多的这个台湾民众。那更不用说在这一波的这个汇率的波动里面，其实金融寿险业它的哀嚎也是大家哀嚎到不行，而且大家是预测说，很有可能如果弄不好的话，未来就会导致这个金融风暴，因为光是这个汇损的压力就会重创这些金融寿险业的获利。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那我们的赖政府长期执政底下，民进党政府到底拿出来什么策略呢？你看看香港的金管局至少还会出手，然后做一些事情，但现在央行总裁昨天的那个记者会，想说的说不出口，那真话说不出口，然后谎话还没有编好，你看得出来的。现在赖政府呢，他拿出来的策略就是他默许，或是说至少他完全没有去出手去干预台币的升值。那杨金龙就只好说，都是秃鹰啊，都是这个绝对没有用升值来当做关税谈判的筹码。大家就想说，那这不就印证了你说没有的就一定是有，因为赖清德的执政就是这个样子嘛。那你再看赖清德的回应，哇！他老兄闲情逸致拍了一支精美的影片，还后置然后大家都已经抱着头在烧了，都去排队了都去就想说我接下来的出口怎么样。然后民进党侧翼就在洗说我们这样台币一升值啊，代表我们台湾的经济实力多好啊，去美国玩变便宜啦台湾以前也有这个26块的年代啊。那更不用说赖清德还说这个是在野党的错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这么厉害，可以操纵汇率。他说这个很多不实的讯息影响市场的预期心理，非常多政治人物的攻防去炒作这个汇率的议题。所以大家会担心的是，你赖政府拿不出任何的方法，你就是怪在野党就好啊，怪蓝白，然后怪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杨金龙说没有用升值当作关税谈判的筹码。这句话呢，就是说，我短时间以内，我可能就会放手，继续让台币做升值，有非常大的波动。最令人担心的是呢，你这个汇率呢，它恐怕不是关税谈判的筹码，而是伴手礼。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是筹码的话，是说我关税谈得好的话呢，我汇率就怎样怎样怎样。那伴手礼是就是刚刚赵先生说的跪舔啊，不管美国怎么样反应，不管关税的清单怎么样，我就是把台湾全部都送给你。这个就是民进党的政府。来自涵。好，昨天看到这个杨金龙他的记者会老实说真的是让人蛮震惊的，因为已经好几天了，这个汇率可以说是暴力式的升值，结果他出来呢，我觉得2句话啦，专业问题他无法回应，然后呢，政治问题是自投罗网，也就是说，像刚刚怡珍说的，他说不出实话，但是谎话连篇，有等于没有，没有大家都觉得有。为什么这么说？在过去在5月2号的时候，央行那时候发了一个新闻稿，当时的新闻稿就说，没有受到美国的压力，也没有要升值。结果呢，这个暴力式的升值之后呢，这个总裁他又说了，其实央行一直都有在关注，他们都有看到秃鹰，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是积极的来阻升，这个阻升的力道比起平时都来得大。那我们就要问了，如果你阻升的力道比起平时都来得大，你是跟什么时候比？为什么呢？当你的力道比平时都还要大的时候，现在还会发生这样子的暴力式的这样子的升值？那昨天呢，这个 Bloomberg 的记者在问杨金龙的时候，把杨金龙问倒了，而且呢，他不断的结巴。他说，这个记者是问他说，过去央行不是都会阻止这个汇率的波动，而且是强力的波动？那前2日你们明显没有在做。结果呢，这个时候杨金龙他完全没有办法回应这样子的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说，他可能就是2个可能。第一个是什么？他们不敢干预，因为这个就是美国要的。就算带过去的团队没有触及到这个汇率的问题，但是其实美国已经给了压力，所以他们不敢去阻升。第二个是不能够阻升，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呢，他们其实都认为说，台湾的央行其实是有在阻止这个汇率的升值，有实质操控汇率之实。所以一个是不敢，一个是不能，2个结果就导致了现在的这个状况。那我觉得呢，这个赖清德政府也不要再一直欺骗国人了。昨天他出来的说法真的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讶，不但呢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仿佛他不是执政党，竟然还可以一推250推到蓝白的身上，说这个政党可以竞争，但国家不能牺牲。你到底在讲啥话？真的是听不懂啊！如果说什么事情
情都要怪到蓝白哈，什么时候都说这个删预算啊，你不能出国谈判，你这个不能做，你那个不能做，这个政府真的收一收好了。那刚刚我也蛮这个惊讶，听到这个范云委员他也说，其实我们还是要维持跟这个美国的盟友关系，我们睁大眼睛来看看，现在到底有多少美国的前盟邦现在呢纷纷的起义来归，或者是不敢再相信美国。我们就看加拿大好了，现在川普呢要跟这个卡尼见面，可能就是在这几天，然后呢但是川普在这几天他还是没有放弃哦，说可能还要用武力的方式来这个希望跟加拿大变成一个美好的国家，还有包含隔离来的问题，他也不排除用军事的手段，哪怕国内有再多的反弹，他也都不管。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川普，他可以说是一个极度的英雄主义者，他在掌声当中已经迷失了自我，而且是自我膨胀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如果说川普还想要靠 AI， 然后呢用这个漫画、动漫的方式想要拯救世界，我认为他最后在这个影片当中，在这个电影当中，最后有可能会被反杀，因为所有的盟邦最后都会离他而去。好吧，赖清德总统到底对汇率讲了些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昨天除了中央银行总裁开记者会4点半呢，我觉得也是被逼出来开的了。然后呢，赖清德也谈，还上火线发表5点声明。赖清德讲什么？我们看一下。汇率议题，总统出面稳民心，但话锋一转，许多不实讯息企图影响市场的预期心理。我们非常遗憾看到许多政治人物的攻防竟然锁定汇率议题进行炒作，造成了市场的误导与非理性的预期心理。总统这是在暗指国民党和民众党吗？身为总统，我必须再次强调，政党可以竞争，国家不能牺牲；政党可以竞争，人民不能牺牲。他讲的这几点声明，除了抄央行的版本，最重要一个重点，台币会升值，汇率战会造成这个结果，都是你们在野党唱衰的，好天才哦！国民党或者是反对党都变成中央银行啊！我们的赖清德真是好有担当啊，甩锅给在野党。现在到底是谁在执政啊？蓝白两党同仇敌忾，而总统称台币升值，其中一项原因是外资买超台股，也被质疑不懂财经。赖清德这个不会嘛？他是复健科的医生出身的嘛，他对金融一窍不通嘛。只是这回台币升值刚好就在台美关税首轮谈判后，尽管总统、央行总裁接连担保谈判中没触及汇率议题，外界人士有疑虑。台湾不是操纵汇率的国家，我们也断然的不容许秃鹰来影响、破坏、操纵台湾的汇率。有任何发现不法，已经请央行以及所有的金融单位，我们严查严访。民心是否被安抚不知道，但肯定的是，在野党是被激起熊熊怒火。好吧，因为赖清德说这是因为在野党误导了，所以朱立伦才出来说，什么是我们误导呢？这不是我们误导啊！所以黄国昌也说这是甩锅了那到底谁在执政？怎么是变成在野党的这个责任呢？王陆也说了这个比空气菜啊，他笑笑的上火线，很多人都失业了等等那所以呢，根本没有回答关键的问题。我觉得重要的是这点，就真的问题在哪里？你们讲了个半天没有回答关键的问题吗？来，老沈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请说。这个费率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3段，就是那个暴君兼小丑所玩的这些花枝末节，其实都不重要。我们这3天我们的费率从33块破30，几乎10%这个才是大事。但是这个大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全台湾大家不要甩锅，不要绿的骂蓝的，蓝的骂绿的，都是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全台湾就这汇率这件事情是一鼻孔出气的，你知道吗？这跟着彭淮南跑的。大家我跟你讲，最近大家的反应就非常的愚昧，非常的无知就是普遍就是喝这个糖水，喝这个奶水灌了，一下子被断奶的抢天呼地的哀鸿遍野。你觉得朱立伦那个连胜文有讲不一样的话吗？都一样。那只是你官方的话，你要讲一些粉饰太平的，让大家稍微安心。有内容吗？照样没有内容所以你看，昨天我们的杨总
党总裁跟我们的赖总统，其实两个人的讲法一样，就是说汇率不在谈判的项目，然后美方没有压迫我们，没有胡海山庄协议，我们也没有派人去参加，就是这样讲。所以呢，这个跟那个最近谈判的关税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你讲，杨金龙是顺势而为的不作为。我们台湾已经有几年汇率3天升10%。过去彭总裁每次都拿5颗星、6颗星、5颗星拿6颗星，他碰到10%的升，他有没有进去买汇？每次都买。他这次怎么不买了呢？他怎么不敢买了呢？美国叫你不能买，不是，为什么？美国连叫你不要买都不用讲，因为你如果维持目前这个汇率，你不要打断我的话，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刚才大家都讲错了，你杨金龙心里头知道他是懂得的，他晓得如果我们现在维持目前33块这种汇率啊，连谈都没得谈。跟川普的关税连谈都没得谈，川普看3样事情啊，看你的顺差，看你的外汇存底，还有看你的金融那个顺差账，还有看你买汇的程度，这3样你都一直在搞啊，然后你才跟我谈关税啊，你笑死人了哦。那总统当然讲，我们成绩太好了，我们这个经济情况太好了，大家对我们信心，所以外资才进来，每个人都讲秃鹰，什么叫秃鹰？天下的老鹰秃不秃都没有关系的，秃鹰只有美国的国徽才有秃鹰，其他的鹰秃不秃，看闻到赚钱的机会就进来了，哦，所以呢，你央行每次都买汇把它抵消掉，你这次怎么不敢呢？所以呢，我认为啦，蓝的不要怪绿的，绿的不要怪蓝的，我们台湾就是几十年来多久你知道吗？60年来赚这种因为汇差的关系而容易赚到的钱。那这个我现在要把它垫起来了哈。我这张图啊，你晓得是几年前做的？10年前啊，10年前，这个是全世界所有有账可循的国家的图。我们下面这张图是什么？就是我们 GDP 有2种嘛，一种是名目 GDP， 一种是 PPP， 就是购买力评价指标所算的 GDP。这2个 GDP 一除，美国是等于1啦，因为都是美金计价。所有的穷国啊，黄色的都是所有的穷国，他们的汇率都是偏低的，但是也没有人管它，无所谓哦。那老美是在1。那比老美更左边的就高估汇率的，谁是代表呢？爱尔兰跟瑞士，因为瑞士卖巧克力，瑞士卖钟表都卖得非常贵，所以它的汇率都特别高。但是这次也被川普盯上了，这个是很少。那我跟你讲，台湾在什么地方？台湾在这里。台湾如果用名目 GDP 来算的话，我们是跟塞浦路斯一样的国家。但是如果我们用 PPP 来算的话，我们是跟瑞典一样的国家。那主持人，我请问你，你走遍天下，你看眼，你放眼一看台湾的社会的消费情况，我们比较像塞浦路斯，还是比较像瑞典？所以呢，你看这有一个很漂亮的图哦，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非常自然的图。台湾有没有独树一格在人家的旁边？所以我10年前啊，就很客观的建议，我们台湾在这里，就是我们的 PPP GDP 偏高，然后呢低估了我们的名目 GDP。那时候10年前我们只有2万多啊，但是我们的购买力 GDP 接近4万多啊，2倍，你知道吗？2倍。所以这个一定要向这里移动，向1，我们这个是2啊。要向1移动，然后把我们的名目 GDP 抬高。我们这3天发生的情形啊，这有一点深奥了。我们这3天发生的情形，就是这一条线在移动。但是我10年前劝告大家，不要把自己惯坏了，不要把大家赚这种容易的钱的这种习以为常的当做理所当然。这个我是建议大家应该一年慢慢的这样移动。也许如果你10年前听我的话，今天就在这里，你不会在3天里头从这里移动到这里啊。你懂我意思没有？
但是呢，我每次讲这个时候，彭淮南就跟我吵架。那我跟彭淮南吵架，我会赢吗？你知道他跟我吵5次以上，还有全国的学界啊、金融界啊，不管是蓝的啊，不管是绿的，同意我的看法的没有超过3个人。那现在活该啦，现在活该。我跟你讲哦，主持人，我看你的呼吁，我也有一点意见了。你呼吁国人要大用国货，我不懂我不懂。买台湾东西嘛，现在好不容易我们进口的东西物美价廉，你现在连那个都不买的话，那我们进口商怎么办？没有，你是要保护某些人，没有叫你不买，因为外销可能会滞销，所以多买一点外销的产品了。你我告诉你，固然你讲的不错了，现在从这边到这边，我告诉你，这10年台湾赚了不少钱了。那些人叫他怎样？他有钱他不赚。你给我回应一句，这个叫怀璧其罪。那不管嘛，那怀璧好吧，就是。以前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就赚钱嘛，厂商一定是这样嘛。现在还在赚啊？那现在好吧，现在赚钱要比较少了，那看他要看他过去累积的够不够。如果累积的够没关系啊，我收起来，工厂收起来就收起来啊，员工反正其实我告诉你，不止台湾啊，从日本、南韩、台湾、释小龙、中国到东南亚都是，但是我们赚的最离谱啊。对，但是你叫这些商人能有钱不赚是不可能的事嘛？来，这的确啊，有钱不赚对商人来说真的是过不去了。或许大佬在10年前，如果你当央行总裁的话，今天台湾也不会一夕之间掉了这么几乎是10%。他当央行3个月就被他赶下来了1%，他在维持，他是先知。那目前来讲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说那个美国就认为台湾应该是升值到20%。说实在的，也没有太遥远了，现在已经10%了。那这10%，我先不要讲别的，光是在我们这高雄里面的这个冈山的这个螺丝扣件来说，我说实在，它的毛利大概只有5%到8%。那你如果从32，我们先不要说从4月之前刚开始的32.5降到30，光是这样子升到30我们的竞争力就大概是少了8%。那如果照大佬这样的一个说法，刚刚特别请教他的，可能升到28块是一个大佬认为是一个比较是合理的数字。如果真的升到28的话，那我告诉你，除非它的毛率大概是在30%，才有办法 get even。怎么可能？现在大家都只赚这个5%、3%、6%的这样子的部分。好，我请问你，如果10年是了，升到28可以吧？10年是可以了。我没有主张说3天内升到28。我刚刚说你没有，我刚刚跟你说你是先知嘛。那我像是说，我们以拿那个数字来去看，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台湾真的就是靠出口来赚大宗，它的劳工的母体比较大。进口虽然我们可以因为这样子，像这一次升值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可能原物料还有包括最重要的我们天然气或是我们的石油这些原料，因为价钱可以买的比较合理，说不定我们的这个电价不会因为这样子被预期在8月、9月会一直调升，这可能是比较好。但是对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出口的人来说，我告诉你，真的是哀嚎遍野。哀嚎遍野的状况之下，大家期许会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就像大家所提到的，杨金龙跟我们的这个赖总统，昨天只是把它剑指一个秃鹰，预期性的心理，不然就是我们在野党可能会不断的在操作。这3个说法，难怪会让大家觉得那未来是如何。所以我只能说，虽然在这次谈判照行政院的说法，并没有把汇率谈进去，但是美国曾经说我们要升到20%，现在是10%，这中间他当初讲出20这个数字，难道没有任何的依据吗？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政府应该说出来跟大家解释清楚的。不是，就是说，我们看日本当时因为广场协议，从日币300升到100，甚至到85，最后有最贵的时候曾经到85，日本就失落了30年嘛，就这么惨啊！那台湾当时从40块，黑市还42、43。升到30，那个时候呢，甚至29、28，很多厂商就离家出走了，就到大陆去了。他事实上活不下去了，那没办法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就淘汰。问题是你来得及来不及，时间很重要，你来得及。像川普也没错啊，加关税啊，那为什么大家骂他？关税有什么错呢？你这过去3、4年、4年赚我美国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能加关税呢？因为你那个政治的手段太激烈了，这个是不可以的。你这个慢慢来。这个事缓则圆，你要或是先警告大家，这个是不可以的。那我现在要怎样了？那赖清德昨天为什么大家骂他呢？因为他说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经济成长
我们经济不止现在成长，我们经济每年都在成长啊，再加上外资买股，外资跑进来买台积电啊，所以才造成那外资也不是今天才买啊，台积电70%-80%的是外资在买啊，对不对？经济成长也不是今天成长，现在成长还比较慢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都是顿词嘛，当然是美国的压力嘛，美国怎么会没有压力呢？美国也不一定要说，但是呢，你就自动台积电送给你了，汇率我就涨汇率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美国现在压迫你2个，一个是汇率，一个是关税啊。这2个就压迫你，怎么会没有呢？我才不相信没有嘞！休息一下再回来。